大家好，我是阿用。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雅马哈的重机试乘会，我要为大家来试驾的是现在最夯的机种，雅马哈的 MT-09 还有 MT-07。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最新的机型骑起来怎么样吧。Let's go！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修个咯。那这是雅马哈最新的机型 MT-07，隔壁的是 MT-09，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试驾的两个机型啊。那现在我们看到台湾的3页的这边公告的这个雅马哈的 MT-09 的这个规格表，那 MT-07 的这个规格表，你看到这个规格表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意外啊，因为大家知道这次的 MT-09 它在改款之后做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动，特别是它引擎的这个部分，它从847cc 提升到了889cc， 那排气量增加了47cc， 但是呢，到了台湾这里它的最大马力却比 MT-07 还要小。那台湾的这个马力现在是71匹马力， MT-07 是73.4匹马力。那所以现在的 MT-09 就被戏称为是扭力大师啊。那在国外原本正常的版本呢，它应该是这次是从提升到了119匹马力。那到台湾是差不多是剩下一半，而且你会觉得很奇妙的是，最大马力跟最大扭力它都在6000转，而且最大马力跟最大扭力也都比国外原本公布的这些提升，然后都还要少了很多啊。扭力可能还好，扭力从9点多到现在8.6公斤米，这部分是还 OK 的。那其他这个部分呢，其实也就是因为我们台湾的这个环保法规的关系，那因为雅马哈这边它不愿意去牺牲它的排气管这边所设计出来的独特的这个声浪，那所以呢，它就透过就是限制转速的这个的一个方式，让最大的马力跟扭力都限制在6000转。那会这样限制，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限制呢？因为我们台湾在验排气法规的时候，它是用最大马力的转速的一半这边去验的。那所以呢，它把转速这边限制在6000转的时候，代表说它到时候进口的时候验车，它只需要用3000转这样子去验车，然后它的这次去验它的排气管这部分的一个噪音，这样的话就可以去通过这部分的法规的一个规定这样子。那同时呢，因为做这样的一个限制，也导致说它的最大的马力就被压在了只有71匹马力这样子，非常的可惜。好了，那这也是我们台湾机型的法规的一个关系了。那所以也造就了 MT-09 的明明排气量比 MT-07 还要大，但是它的最大的马力跟的部分，它却是会比 MT-07 还要来得小。那 MT-07 只有排气量 CC 只有689cc， 但是最大马力是73.4，所以这部分很多人看了就觉得还蛮好笑的。那在这次 MT-09 的一些改进的这部分，当然是第一个是它码表这边改了 TFT 的全彩液晶仪表了。那这部分看起来也是一个相当一个精致，只不过我觉得它的大小是有点太小了。那所以我实际在骑乘的时候，我觉得它的感觉就是辨识度，特别是在大太阳下，其实是会有一点不太清楚不过但是至少呢，它多了很多的一个丰富的一个资讯，看起来是彩色的也就会比较爽一点。那车架型是它这次是用了新的一个轻量化的铝合金车架。那这部分的造型也是比之前那个造型好像多了更多的一个曲线的一个设计，然后轻量化，刚性又提升，它这样子带来一个效果，就是整体的这个部分可以大更轻，然后更灵活的一个感受这样。然后前避震跟后避震的部分，它是采用可调式的，前面是采用可调式的41mm 的倒立式前叉，后避震是多连杆预载可调式单向避震器。它前叉系统跟后叉系统呢，也没有说什么样太大的一个更动，但是呢，它这次比较好的这个地方在 MT-09， 它是用尼信的直推总棒。它这份我实际试起来的感觉是手感是部分也是相当的好，相当的不错，相当的 Q 弹。
这部分的一个离心这个直推重磅，我觉得跟 R1 的这个看起来是超像的，不知道是不是同样的一个，就是因为你在这次的一个09的这个控制界面啊，它的你就看到左右的那些控制的那些仪表控制的那个界面，其实跟 R1 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它的因为它的这个部分，这次在09这边它多了非常多的一个电控，那所以这电控的控制方式也仿效也是跟 R1 一样的这个逻辑，所以 R1 那边它很难用的那个滚轮，就是不小心拨一下就会上下乱跳的那个滚轮，它同样也是复制到这个上面去了。轮胎这部分呢，前面用1207017的轮胎，那后面轮胎也是1805517的，这边它都是用 Bridgestone 的 S22的这个轮胎，骑起来抓地力这部分，我认为是没有什么问题。它在它的油门这部分也改成跟 R1 同级的 YCCT 的这个部分的一个油门控制，那实际控制起来也是觉得相当的相当的灵敏啊，相当的，我觉得跟 R1 的感觉是非常的接近，比之前我的旧的09，然后拉起来的油门的那种感觉，那种钢索式油门感觉是差异是很大。那配备的部分，它除了这个地方还多了很多 ABS、TCS、SCS、Lift Control System， 然后 BC Control System， 然后甚至还有进退档快排。那进退档看我们刚刚在测试也是觉得它的顺畅度也是跟 R1 一样相当的好。那整体来说呢，MT-6这边它多了6轴的 IMU 这个系统之后，它也可以玩出跟高阶的 R1 这样子一样的这些的花样。然后我觉得这车09其实改款上面是在电控上面也是相当的有诚意，应该是它最大的一个卖点。那相较于 MT-07，它其实07这部分它就是一个外观部分的一些升级啦，然后其他在引擎动力这地方也没有什么太特殊的这个地方。好，那接下来就一起看一下我们试乘的这个一个状态吧。Let's go。那这其实是我第2次来大鲁阁这边参加那个雅马哈的试乘。这基本上的试乘会呢，它就是分成一个梯分好几个梯次啊，然后一个梯次这边有有分成3组，那一组有10个人。那这3组呢，它是分成红组、黄组跟绿组。那我刚好是分到绿组这样。我觉得它这次跟上一次不一样的地方是就是上一次只能够选其中一个机型，那上次我是选 T-Max， 那这次呢比较不一样的是跟上次不一样的是说你可以一次试乘到2个车型，所以我觉得跟上次不一样的地方在这边。而且我刚看的红组这边，现在红组回来了，他们试车试的那个圈数啊，真的是也是蛮多的，就是可以不会因为说你试乘了2个车型，然后所以你的圈数这边就减少，然后都让你试好试满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次试乘会其实是比上次这边还要来得更好。那虽然说你是要花先汇700块了，那如果你到现场报名之后，他还给你500块。好，记得自己现在骑的车是07还是09，待会回来再交换。好，那4个档也是一样，记得你目前骑的车是什么车哦。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让你花200块钱来赛道这边去试2个车型，让你试好试满这样。那虽然说你会要付200块报名费啦，但是这个活动其实也蛮多的赠品。那这些赠品呢，其实也蛮多的折扣的，所以如果你有想要的买的东西的话，趁这次试乘会其实可以拿到蛮多的赠品，然后甚至你要买有一些商品的这个部分，雅马哈的商品，它也都有很大的一个折扣。可刚刚有一个阿伯试完 Tricity， 然后说他跟 T-Max 差不多，我觉得傻眼。哦，换绿组了。跟着我们教练后面哦 ，Tricity 来这边。先来抢黑色的09。哇，这个控制界面跟 R1 根本一模一样啊！可是这荧幕，这液晶荧幕是啥小，有够小的。哦，
引擎声很熟悉，但是它变成是有这种立体声的效果啊。或者它现在是用 D mode TCS mode， 哎呦。来，黄姐，我们只将你的便当还有你的物品还给我们工作人员，然后寄到我们这边要问卷，哪里物品更换哦。好，来，地主，我们请上车了，不要上错车就好，哪一台都可以，哪一台都可以，待会还会换。啊，你不要等车其他地主打就好了，其他没有关系。Mode 3， 其他不要动。Go go go！ 这个动力的感觉好熟悉哦。快排！哎呦，还蛮鼓溜的哎，降档、升档都蛮鼓溜的。太鲁阁这个弯很容易在这里的时候就会冲出去。它这个油门的控制反应，我觉得换成这个 YCCT 的这个油门控制哦，比之前旧款的那个用钢索式的这种油门控制起来的感觉就更顺畅。哦，这个快来这个降档好舒服啊！其实这个是低速弯道，虽然说像 MT-09啊，这次马力被阉割，然后扭力也下降，但是因为这是在卡丁赛车场，你的那个速度很难拉到很高，所以那个阉割的马力的部分，其实你很难感觉到说，好像拉到太高转就没有力的那种感觉，但是不同的场地会不一样的。毕竟它的扭力峰值在6000转是它目前设定最高的，除非我很刻意就是用很低的档位，然后让扭力这个地方是保持在最大的这个峰值，不然的话呢，其实就会还蛮难感觉说那个不够用的一个情况这样。你在这个赛道全程用2档，好像就蛮够的，直接用模式低墨的1号。没了。可是我刚吹油门，低墨好像好像差异没有那么大啊，可惜还没骑够啊。换车，换07啊09，哎。来，麻烦大家再确认一下自己身边的物品，安全帽、手套、呼吸护手，如果有缺的，我们跟工作人员借。那07吗？对，07，物品都齐全了，我们就按照号码入座。
红色坐第一排，黄色坐对对对，刚骑09。哇，07其实我没有骑过，新的易经的界面。声浪跟09感觉是截然不同的。好来，一样准备好就可以出发了哈。来，地面跟刚09那个超立体声的。我现在是最后一个，靠腰，然后先等09的车子先跑了一阵子之后，才会换这边的出发。我走了。Hello， 熄火。07是双缸的引擎。忘记没有快排，07的感觉，一骑上去，会发现它很明显，就跟09比起来差异真的是灵活度真的差异很多。07你在翻车子的时候，那个感觉就是很容易、很轻易。不过这个双缸，我可以感觉到它的那个震动，也是比09还要大很多。花黑粉。07的这个低速扭力，当然明显还是感觉还是比09差了一截，而且那个运转的精致度啊，还是有差，那个顺畅度，那个吹油门的那种拉转的感觉，09真的明显是好很多。那07的引擎的感觉就真的就还蛮粗糙的，3缸跟4缸的车子跟双缸的车真的是还差蛮多的，那个震动感。然后这一代的07的引擎啊，这个双缸的有稍微做一下动力曲线的调教。因为我之前是没有骑过07啦，所以我是无从比较。不过，就我目前在这样子的一个低速的这种卡丁赛车场的道路线来说的话，我觉得是相当够用，啊！虽然就是那个震动感，真的就是稍显粗糙了点，在这个地方。啊，又磨到脚踏。8000转，爽啊！我觉得07跟09的灵巧度，应该就差在这个优势吧，就是它的骑起来的感觉很轻巧，很好操控。我觉得这应该是它的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你在翻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说它的那个需要花很用力、很负担的那种力量，你就可以把车子去很轻易的在改变弯道的方向。刚刚都没有退档。哦，我觉得退档升档的那个精致度
还不错。他说变速箱好像也有改进，那就目前刚测试器刚的这样子换挡的感觉，我觉得还蛮好的啊。没了啊，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啊。搞定。需要拿好，然后请将你的护具以及背章。你们有那个一下，然后在这边稍等我一下哦。对大方给我们的工作人员。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来太鲁阁卡丁赛车场来试骑雅马哈最新的2021年式的 MT-09 和 MT-07的一个情况啦。那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呢，欢迎各位按赞、订阅、加分享，记得开启小铃铛。那就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